它是能立起来了，机械式门把手。暴曬的情况下，它会比普通的座椅温度低个15到20度这样。1、2排声场互不干擾。座椅下边它是有储物格的，2.0T 加插混，会上800伏，20度的后轴转向，细节上都做得蛮好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若男。前段时间呢，长城刚刚发布的归元 S 平台，那今天呢就是这个平台的首款车型魏牌 V9X。先说一下定位啊 ，AI 豪华6座旗舰，也是目前魏牌内部定位最高的一个旗舰 SUV，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，这个车的点会很多，包括它的外观、内饰的設計，還有豪華程度，以及那個 AI 智能體，還有動力方面等等，都是很大的亮點。首先，這個外觀它走的就是目前主流的高端 SUV 的路線，然後它的這個設計語言呢叫東方經典建築美學，從名字也能聽得出來，它就不是那種很張揚的豪華，走的就是那種很中正大氣的路線。然後可以看到整個前臉它很厚實、很敦實，然後這個大燈的設計其實很收斂啊，但是尾部還有一點這種犀利上揚的感覺。那個 Highlight 智慧大燈也會放在這裡，然後中間呢是一條貫穿燈帶相連。中間的這個車標很有意思啊，就首先呢它是能發光能亮的了，然後它是從這個貫穿燈帶懸浮下來的，就是它現在不是趴在車上，它是能立起來了。然後再往下，這裡它是一個主動進氣格柵。然後車頂這裡呢，可以看到激光雷達，所以它應該會搭載那個 VLA 版全場景 NOA。整個車的車身比例也是偏穩重的，而且全車也沒有很複雜的線條，就都是那種很溫潤、很圓潤、很大氣的感覺。然後這裡呢，可以看到機械式門把手，哎，這個應該會有很多人點讚，就用起來確實更順手一些。然後尺寸方面呢，是5.3米的車長，3.1米多的軸距，這樣第3排的空間應該是能保證了啊。這個待會再給大家具體試一下。然後這個車漆顏色大家應該注意到了，這個是紫金雙拼色，大概就是車身這塊是紫色偏紫紅的感覺吧，肉眼看。然後再往上呢，這塊是那種金色，然後車窗這一邊它是一個銀色。除此之外呢，還會有一個黑金的雙拼色，大概就是車身這塊它是變成黑色了，那個其實也挺好看的，就是會更加的穩重一些。整體的這個設計還有顏色，再搭配上這一圈的這個鍍鉻飾條，以及21寸的密辐式的輪毂。我覺得側面的這個豪華氛圍營造的還是不錯的。然後尾燈這裡呢，也是延續了前大燈的設計，然後智駕小藍燈呢也沒有單獨的設計，就是融進了尾燈裡邊，看起來還是挺和諧的。然後看一下後備箱的空間。目前這個我還沒有具體數據，然後現在是就6座滿載的情況下，目測應該是能放5個20寸的行李箱，應該差不多。但這個下面呢，它是沒有這個下沉式那種掏空的空間了。好，那我們現在進車裡。車門呢，它也是一個電動門。你看，現在一踩剎車，這個門它就自己關上了。關於這個車的外觀圖片，大家應該之前都在網上看過了，但是內飾都是第一次見啊，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見。首先呢，它是一個環抱式座艙，然後全車6個座椅呢都是這種菱格紋的設計。我覺得總的來說，它的內飾設計和外觀還是挺搭的，就都是那種很克制又大氣的豪華感。然後這個座椅還挺有意思的，首先它用的是納帕真皮，而且用的是紅外反射納帕真皮。作用呢，就是比如說在夏天光照比較足、暴曬的情況下，它會比就是普通的座椅溫度低個15到20度這樣你剛一上車的時候就不會燙屁股了。總的來說，它是一個夏天友好型 SUV。好，我們現在坐第2排給大家看一下啊。首先，它前面呢是2個17.4英寸的雙聯屏，然後後面呢是一個21.4英寸的4K 娛樂屏。有之前用過這種屏幕的朋友應該也知道，就如果說前面有人開車，然後你在後面想要看電視的話，你一般就只能戴耳機了，要不然你前後的這個聲場它是會互相干擾的嘛。但是呢，這次魏牌 V9X 的音響包括這個聲場方面都做得比較牛，據說呢可以做到1、2排的這個聲場互
不干擾，而且它是8.1.4.8声道，从这也能看得出来，这个音响确實給的比較頂啊。但是今天確實試不了啊，只能說先給大家提一嘴。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點啊，就是它全車現在是有4個無線充電面板，有一個呢是在中央扶手箱的前面，這個是給主駕用的，然後副駕還有第2排的兩邊的門板上各有一個無線充電。哎，你看就還挺方便的啊，就你坐這兒。隨手就放這兒了。然後目前我能看到的座椅功能呢，就是全車6個座椅都有加熱，前排的這4個座椅都是有座椅按摩，還有座椅通風。然後右後的這個座椅呢，還有一個單獨的腿托。然後現在一鏡到底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空間。然後它中間的這個通道呢是有192毫米，也就是不到20厘米這樣。然後大家可以看我這樣過去的話，還是比較輕鬆的。然後這個大概就是3排的空間了，對，大家看一下嘛。然後頭部空間1拳多一些。然後3排的座椅呢，靠背也是可以調的，最大大概是這個樣子。而且這個車其實我體驗下來，感覺它很多細節上都做得蠻好的，比如說2排的座椅下邊它是有儲物格的，這個就很方便咱們放一些隨手要拿的東西。然後呢，全車6個座椅它都是有這樣一個遮陽簾的，就每個座位它都會比較看重。還有就是3排左右兩邊呢，它都有一個這個杯子的綁帶，這個呢其實挺實用的。就比如說咱們有一些那種大的保溫杯，你可能放這個杯架是放不進去的，那就可以直接放在這兒了，這個也比較牢靠，也很方便。還有就是全車的皮質呢都是用的抗菌選材等等，這些細節上其實都做的還挺貼心的。所以呢，你會發現這個車它雖然說亮點啊、噱頭都足夠多，但是細節上也不拉胯，就很多的這個小設計啊、小心思啊，都還挺實用的。今天這條視頻的重點呢，主要還是外觀以及內飾的體驗。那關於它的動力，目前我知道的信息呢，就是 2.0T 加插混，而且會上800伏，像自研的 AI 智能底盤技術，還有這個可變阻尼減震器以及20度的後軸轉向，這些都會有。它的0百會是4秒級，而且滿電和虧電差的不大，滿電是4.4秒，然後虧電是4.7秒這樣。到時候一定要踩一腳給大家試一下。然後 4.1T 純電續航大概是470公里。然後呢，它那個汽車領域的首個 AI 原生智能體，這個具體信息還沒有釋放。就它那個不是一個簡單的語音助手，而是一個會思考的系統，這個我還蠻感興趣的。然後更具體的像動力啊，還有駕駛輔助以及音響這些信息就還沒有完全的釋放，這個只能等到時候試駕的時候再給大家分享了。說實話，我今天看完這輛車，再加上去年也拍了一大堆的大車大6座，我的感覺就是現在9系 SUV 這個細分賽道已經變成了中國品牌向上突圍的諸神之戰了。就你想在這場競爭當中脫穎而出，那肯定是要有硬實力的。那魏牌 V9X 的亮點呢，我覺得除了今天看到的它的外觀內飾的各種設計配置、駕駛輔助，還有沒有釋放的 AI 的信息之外呢，它其實在這個實用和炫技之間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平衡點。簡單來說呢，就是亮點足夠多，但是在我們消費者真正關心的安全和品質方面也做得足夠用心。OK， 那我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兒了。然後大家對於這輛車還有什麼問題，可以打在評論區，到時候試駕的時候一起給大家解答。